穿越到卡牌世界后，你成了女主的背后灵。在通过法老王的试炼后，你们获得了新的主线任务，不让千年神器落入不轨之徒手中。而与此同时，福盛学院也迎来了一位新的转校生。班主任利弗咳嗽一声，在今天的召唤课开始之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艾克西斯学院的萧妍妍同学。恍惚间听到叮铃一声，这个声音是千年之魂轮。仔细看了眼，幻觉吗？台上少女甜甜一笑，我是萧妍妍，因为特别仰慕融合召唤的方式，才拜托父亲大人让我转学到这里，希望接下来的2年半里能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度过。整个教室瞬间沸腾，是货真价实转校生哎，好可爱，简直是天使！我是不是今天起太早还没睡醒？真的可以和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当同学吗？利弗点点头，随便找个喜欢的位置坐吧，萧妍妍同学。下个瞬间，他直直向你走来，请问萧木木同学，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耶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以吊车尾的成绩击败了年级第1的火阳。木木，你的光辉之气，我早听人说过了。很快课程开始，温雅仙一马当先，以英雄之名降临吧，我的怪兽！一挥手，下一秒传送阵中，一个穿着蓝色铠甲的英雄召唤而出。利弗十分赞许，不错的怪兽，还拥有补充手牌的效果，作为你第一个上台的奖励，满分。另一边，火阳也不甘落后，一个骑着黑色飞龙的骑士被召唤到场上，竟然是那个真魂眼黑龙配合的仪式怪兽。火阳同学，你也是满分，记得去练成专属的仪式魔法。而就在大家都发出惊叹的时候，萧妍妍却悄悄低下头。看来福盛学院的召唤水平确实蛮低嘛。自行走上讲台，此时你语气凝重，木木小心点，这个转校生不对劲。哎，为什么呀，小范先生？抛开他可爱的外表，仰慕融合召唤的说法实在太假了。作为使用超量召唤的艾克西斯学院的学生，怎么可能会仰慕目前世界上最弱的融合召唤？不仅如此，还第一时间来和你接触，想到法老王的嘱托，以及他盯了千年积木时的眼神。总之，先看他的召唤吧。怪兽的召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决斗者的内心。萧妍妍大喝一声，引导天际的光辉闪耀璀璨的生命，怪兽召唤。下一秒，神圣光辉迸射而出，光芒散去，一个展开，红蔷薇花瓣羽翼，飘动金色长发的女性天使降临。其他人纷纷惊呼：好漂亮的怪兽，就像本人一样！等级7星，攻击力2400点，竟然是媲美真红眼黑龙的加大怪兽吗？萧木木嘿嘿一笑，小范先生，你肯定搞错了，能召唤这么神圣的怪兽，他一定是个好孩子。没错，在这个世界，召唤的怪兽很大程度上映射着召唤者的内心，邪恶的人是没办法召唤出神圣怪兽的。可是接下来就轮到我了，我真的不想在转校生面前丢脸呐！你拍拍肩膀，经过了和法老王的战斗之后，你肯定不一样了，木木，该去证明自己了。萧木鼓起勇气，微弱光芒亮起，一个毛绒的球形怪物扑入怀中。教室炸开了锅！我靠，这真的是萧木木召唤出的怪兽吗？班主任瞪大双眼，满分，满分啊！萧妍妍十分疑惑，怎么回事？不是区区一只杂鱼怪兽吗？火阳呵呵一笑，转校生，你根本不懂我的宿敌，这已经是超越他极限的怪兽召唤了。哈，这种怪兽也能算超越极限？还给了满分，真不是黑幕。温雅贤拍了拍肩膀，毕竟啊，这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。历史性的重大突破？没错，木木他第一次召唤出了效果怪兽。时间来到实战测试，萧妍妍拉住木木，我想了解木木同学强大的秘密呢，能够击败年级第1的火阳，你的决斗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萧木不自信的摇头，妍妍同学，我这个人非常普通，没什么需要特别了解的，等会儿开始实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萧妍妍神秘一笑，你相信命运吗？我们俩因为某种特质会互相吸引的命运哦。很快实战测验开始，萧木木的对手果然是妍妍。又是千年智慧人碰撞的声音，木木，这场决斗还是我来吧。哎，萧范先生，你不说以后实战测试都是要我亲自决斗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虽然只是我的猜测，但萧妍妍很可能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单纯简单。好的，萧范先生，那么交换吧。妍妍呵呵一笑，真让人期待呢。两边同时展开决斗盘，萧妍妍的先攻，攻击表示召唤杀手番茄，回合结束。看台上的柔雪学姐点头，传说中的转校生的确很可爱，看起来实力也相当不错啊。一旁的温雅贤十分赞同，杀手番茄确实是很麻烦的怪兽。这张卡被破坏后，可以从卡组特殊召唤一只暗属性攻击力1500以下的怪兽，看起来不能随便进攻呀。场上你根本不慌，杀手番茄这种怪兽确实很恶心，但对于木木的卡组来说，进攻的烦恼根本不用多想，我覆盖一只怪兽，再盖上一张卡，回合结束。没错，只要自己不进攻，就不需要纠结番茄的效果。萧妍妍看了眼抽到的卡牌，偏向防御的战术嘛。既然你不进攻的话，那就让我来吧。将场上杀手番茄作为祭品，上级召唤灵天使蔷薇之女王，光芒散去，周围学生们纷纷惊呼，攻击力和真后眼黑龙一样的强大新怪兽，可召唤7星不是需要2只祭品吗？妍妍呵呵一笑，灵天使效果，当使用植物族怪兽作为祭品时，只需要1只怪就可以进行上级召唤，
那么该我进攻了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战斗方式吧。蔷薇火焰击破覆盖的怪兽，下一秒盖卡翻转，蓝发巫女出现在场上，眼看就要被破坏，你呵呵一笑，上当了啊，萧炎炎。陷阱卡齐策，丢弃我手中攻击力1500点的王后骑士，下降凌天使1500点攻击力，反击吧，星杯巫女。蓝发巫女回头法杖，水之波纹将凌天使的攻击反射到萧炎炎自己身上，好痛，竟然直接反噬了1200点的伤害。萧梦好兴奋，小范先生，按照实战测试的2000点血量，如果接招的人一个不小心，就会被这招秒掉的。你呵呵一笑，没错，这就是为手残党木木专门定制的防御 OTK 战术。萧炎炎覆盖一张卡，回合结束，很快轮到你的回合，拍下一张卡，攻击表示召唤国王骑士，战斗击破凌天使吧，王者之刃。剑斩向的一瞬间，1600对900攻，这一击足以将对方逼上绝路。可下个瞬间，他却露出笑容，嘻嘻，这次换你上当了呀，感受这崇高的力量吧。陷阱卡神圣防护罩反射精力，王者之剑和圣光屏障相互碰撞，轰隆一声，国王骑士轰然破碎。既然如此，盖一张卡，回合结束，到了萧炎炎的回合。木木同学，你不会觉得你的巫女挡下我的蔷薇天使绰绰有余吧？小木木震惊了，小范先生，他会读心啊，但是挡不下来的哟。在回合开始的准备阶段，凌天使可以发动效果，将场上攻击力最低的一只怪兽破坏。我选择的是攻击力为0点的星杯巫女，荆棘飓风。下一秒，蓝发巫女被撕成碎片，微微一笑，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，交给你来吧。另一个我，强烈的风铃碰撞声响起，等萧炎炎重新抬头的时候，他变了，哈，向黑暗迈进了吗？没问题，那就让我来降下终结一击吧。小范先生，他灵魂交换了。看了眼周围，竟然没有一个同学发现他的改变。此时，萧炎炎微微一笑，从手卡发动怪兽卡魔天使，蔷薇之巫师的效果。这张卡可以与场上的凌天使交换，一模一样的等级和属性，展开黑翼的天使踏入战场。原来如此，白与黑可以互相转换的天使嘛？之前召唤的时候还是被他骗到了。萧炎炎道，交换后的天使攻击力又恢复到了2400点，而你场上并没有怪兽，结束了，直接攻击。黑色蔷薇风暴袭来的瞬间，一道次元之门突然挡在身前。这个瞬间，我发动陷阱卡反击之门，根据它的效果无效你的这次攻击，然后从卡组中抽一张，我要抽卡。如果是怪兽的话，将其召唤。只见猛人划过卡组，为攻击表示召唤牺牲粒子球。萧炎炎扑哧一笑，这不是突破召唤记录的杂鱼吗？真好笑，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和2400点攻击的魔天使抗衡呢？我劝你还是投降吧，很丢人的。我先结束这个回合吧。你眉头一挑，抗衡魔天使？怎么2400攻击力很高吗？别和我装了，我可是知道的。福圣学院1年级最强的怪兽就是火阳2400攻击的真红眼黑龙了，你却摇头，你的情报毫无疑问已经过时了。我的回合抽卡，以场上的牺牲粒子球作为祭品，上级召唤雷鸣的恶魔，恶魔召唤。周围同学们纷纷惊呼，使用一只祭品召唤出的六星怪兽，攻击力居然超过了真红眼黑龙嘛！小木手里居然还有这么强的怪，这真的是当初那个吊车尾吗？当牺牲粒子球作为祭品时，我还可以抽一张卡。接着恶魔召唤，将魔天使彻底破坏吧！魔降雷，引导天空中的雷电轨迹轰隆一声后，魔天使在雷鸣中粉碎。萧炎炎眉头一皱，恶魔召唤，果然无光是被萧木木打败的吗？切！当魔天使被破坏后，不送去墓地，而是被直接除外。接着，你将刚抽到的陷阱卡盖在场上，盖一张卡，回合结束。接下来又轮到萧炎炎的回合，看了一眼手中刚抽到的卡，呵呵一笑，正是魔法筒。这一波稳了，将这张卡盖下，接着发动速攻魔法卡，来自异次元的埋葬，可以将我除外区的魔天使返回墓地。萧木木猜测道：“小范先生，他特地将魔天使返回的目的是打算进行死而苏生吗？”你摇摇头，不对，就算魔天使复活，攻击还是恶魔召唤更高，应该没那么简单。可此时萧炎炎的笑容十分自信，区恶魔召唤不要拦下我的进攻，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。接下来就用这张卡来让你认识到决斗者的差距吧。光与暗，黑与白，灵与魔交织的天使形态有，将我手中的灵天使和墓地的魔天使除外，特殊召唤大灵魔天使蔷薇仙，光芒散去，半山半漠的四翼天使降临在场上。萧木惊呼，攻击力2900点，竟然是能够比肩青眼白龙的怪兽。神与魔汇集的一击，区恶魔召唤就在混沌之力中湮灭吧。下一秒混沌的风暴袭来，你掀起盖卡，发动陷阱卡，精准防御。在你攻击轩辕时，将墓地的王后骑士以手背形式召唤，母大母大，
就算你召唤了其他怪兽，我的攻击对象仍旧是你的恶魔召唤。猛烈的攻击让你不断退后，消磨我的生命值下降到了1600点。呵呵，总算是让我碰到你了。你不屑一笑，只不过是擦伤罢了。这种程度的攻击，连击破恶魔召唤都做不到。什么？烟雾散去，恶魔召唤仍旧屹立在你场上。当自己的怪兽被战斗破坏时，可以将目的的牺牲粒子球除外作为代替。萧炎看了眼手中的魔法筒，特地除外了粒子球，保护了恶魔召唤嘛。哼，做得好呀。那么覆盖一张卡，回合结束，怎么样，香木木？办得到的话，就来真正击破我试试看呀。到你的回合，看了眼刚抽到的卡牌，能够破局的方法，神器持有者之间的战斗、融合、陷阱以及最强骑士。香木木疑惑：最强骑士？小范先生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点点头。木木，还记得法老王给我们的卡牌吗？那其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，那就让我再赌一次。就在神器持有者之间的战斗，拍下一张卡牌，魔法卡战士的生还发动，将目的的战士族怪兽加入手卡。我选的是国王骑士，接着将其攻击表示召唤。此时场上的国王和王后剑刃交错，呼唤着卡组中的第3位骑士。没错，根据效果，我召唤卫兵骑士。扑克3骑士再次聚齐，萧炎炎笑了。扑克3骑士嘛，这种级别的怪兽，也许和其他人决斗时会有奇效，但和我决斗时行不通啊！是我的大灵魔天使更强。你将一张卡指向他，3骑士真正的强大，要用正确的方式才能引导出来。萧炎炎，你知道你现在踏足的是哪一片土地吗？这里不是决斗场吗？更正确的答案是代表了融合的福圣学院的大地之上呀！将卡牌猛然指向天空，魔法卡融合发动，目标是我场上的扑克3骑士。融合扑克3骑士？萧范先生之前尝试过的融合不都失败了吗？3骑士之间难道真的能进行融合吗？能行。之前的失败是因为想尝试融合的可能性，这种形态在真正存在的决斗精灵的精灵道路中是行不通的，没有必胜的决心以及足够多的觉悟和信念，卡牌是不会回应召唤的。但是这一次不同，这一次是聚集了周围同学们希望你获胜的祈愿，更是代表了福圣学院融合召唤的逆境求胜。如果现在不能回应我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？融合吧最强的骑士，3名骑士的身影聚集到一起，成功了，笑分先生，这就是我们逆转的最强融合，这是天际的最高位，以最强姿态君临吧！融合召唤天位骑士。萧炎也后退2步，攻击力3800点，居然能融合出这种程度的怪兽吗？你指指前方，该决出胜利了。天位骑士将大灵魔仙击破吧。此时萧炎炎终于放心大笑，好强，太强了，但还是我技高一筹。发动陷阱卡魔法筒，将你这次的攻击无效，并给予你攻击力的伤害。天位骑士3800点的伤害，就由你自己来承受吧。胜利会是我萧炎炎的。你翻转最后一张手卡，天位骑士效果发动，将同为陷阱卡的人海战术丢弃，无效陷阱卡魔法筒的发动，长剑一挥，神圣的光芒将先干的魔法筒驱散。怎么可能？这样一来就结束了。最后一击，天位圣十字斩，神圣的骑士2剑斩出，大灵魔天使被1分为4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萧炎炎吹飞在地。我输了吗？萧炎炎 LP 归零。那在视频的末尾，在这里给各位娘家人们介绍一位老朋友，我和他神交2年半，相交1周年。为啥说神交2年半呢？2年半说的是我花钱买了他们家产品，我认识他，但他不认识我。但去年5月8日，他找到我问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产品啊？当然可以，毕竟用了1年半，我特别喜欢用，还买了2套送给家里人。你说这样的合作谁想拒绝呢？就这样，我们终于相交相结了。整整1年时间，推荐了一次又一次。以前呢，只是推荐产品，这一次终有机会讲讲彼此相识的故事。以往啊，都是在视频中间植入，但这次他说要不放片尾，一方面不影响大家观看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能讲讲相识的故事。你看他真的好贴心。那他是谁呢？那他就是噔噔老朋友萌芽家，他们家的电动牙刷真的好好用。但也会有娘家人们问，这玩意儿真的有用吗？真不是啥智商税，请你放100个心。你们看，这是权威的、专业的牙医读的教科书。像这本书说电动牙刷优于手动牙刷，还有这本更是明确说电动牙刷具有明显优势。你想想，要真是智商税，真的没有效果，那权威的教科书会推荐吗？我真的好后悔没有早点用电动。没用的话有啥好后悔的呢？没刷干净，蛀了牙，有一颗蛀得很深，还疼了。但我又怕看牙医，不敢去医院，忍啊，实在忍不住，还是只能去医院看牙。还好啊，不幸中的万幸，牙医说我蛀得不深，只需要进行补牙，不需要做根管治疗。而我怕的就是根管治疗，这过程你们看吓人不？并且啊，
手术费再加烤瓷牙的钱最少3、4千起步，贵一点呢甚至高达7、8千元。这看牙贵真的贵，我光补牙也花了6、700块钱。从那以后我就用起了电动牙刷，到今天蛀牙明显变少啦。所以我后悔啊，要早知道教科书都推荐用，我早买电动牙刷了。自己还没用或者家人还没用的，听教科书的话，赶紧买着用上，刷干净牙，预防好蛀牙，省下看牙钱。那电动牙刷该怎么选呢？只想入个门的话呢，我推荐这款萌牙家星光款，特价才99元，但能刷干净牙，帮你预防蛀牙，省看牙钱。想要更好的呢，就可以选这款萌牙家星耀款，是我2年半之前就买的。它不仅颜值高，功能有足足5个，啥牙齿状况都能应付，续航属实给力，真的超级持久，充一次电就可以用7、8个月呢。我买的时候才300多，现在特价239元，这性价比真的非常高。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，但它也不是完美的。你看就这个刷毛啊，它就不太耐用。有娘家人会担心啦，那99块钱的能用得久吗？99质量怎么样？这你放心，萌牙家任何价位的电动牙刷想出厂，那必须得经过38道层检测，一项不合格就绝对不会出厂哦。这品控你说质量能不好吗？你看我用了2年半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那万一坏了的话呢，也别怕，要是你2年内坏了呀，他们会给你免费换新，也就是说包你用2年以上，2年以后呢还可以半价以旧换新。老朋友这时候真的非常贴心，非常靠谱。买电动牙刷就选萌牙家，你绝对可以放心。另外，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如果老是塞牙，也推荐你用一下他们家的冲牙器。这款王者冲牙器到手价199，性价比超高。无论想买哪款，买之前别忘了评论区领张优惠券，售后价保证全年最低价。买贵了的话，萌牙家随时给你退差价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